接下来就是你比较关注的国家了啊，根据赛风 VPN 来定的啊，它的模式是多地区赛风代理模式。大家好，欢迎来到勇哥侃侃侃。今天我们说一下勇哥 XUI 的一个更新，就是引入了伊朗大神的 WRP Plus 项目，就能实现 SOC 5节点的 WRP 以及 SOC 5节点的赛风 VPN。注意这个赛风 VPN 的话，可以切换国家。好，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做。我演示的 VPS 就是甲骨文源澳大利亚的一台 AMD 服务器，它是纯 IPv4 的。大家进入勇哥的这个 XUI 项目，大家可以点右上角的4大啊，方便以后查找。我们拉下来一键脚本复制粘贴回车。现在我们进入了这个菜单，然后我们选择1开始安装。用户名我这里随便输啊，大家可以自定义，包括密码以及端口。现在要求强制设置跟路径，大家也随意啊。OK 啊，这样的话就安装成功了。至于这里的相关的菜单显示啊，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教程，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啊。这里我主要说的就是新加的这个菜单，就是 WRP Plus SOC 5状态啊，目前是未启动的一个状态。好，先复制下面的登录地址，进入，输入账号密码。好，然后我们设置一个节点，点击添加节点啊，我们选择 VLAS Reality， 留空选一下，然后点击添加。好，这个 Reality 节点我们就创建完毕啊。添加 WRP Plus SOC 5代理模式，我们选择12。第一个选项就是 SOC 5本地 WRP 代理，这个代理模式跟 WRP 官方客户端 SOC 5 WRP 它们的实现的形式是一模一样的。我们选择1，它这里会要求你输入 SOC 5端口，默认是4万端口，你可以改也可以不改，只要端口不冲突就行。我们就默认4万啊，回车。然后呢，它就会进行一个申请，已经获取成功啊，可以进行 SOC 5代理分流。然后我们回到面板，点击面板设置 XUI 配置出站设置，我们这里可以拉下来。首先你要对准你的端口啊，大家可以找到 127.0.0.1 啊，下面默认是4万。如果你这里端口自定义了，注意这里要改啊，改成这里的端口保持一致啊，这个大家要注意。然后继续拉下来，拉到最下面啊，这里有一个 SOC 5 WRP IPv4，一个是 SOC 5 WRP IPv6，大家可以在这里进行分流。那分流的话，之前 XUI 的教程我也说过了。那我最新脚本的话，又加了2个 IP 检测地址，检测它的 SOC 5 IPv4 以及 SOC 5 IPv6，分别是 ipinfo.io， 还有一个是 ip.me。注意啊，它是本地 WRP 啊，所以它会出现2个 IP 啊，一个 IPv4，一个 IPv6，它们的落地 IP 都和你本地的 VPS 地区保持一致啊。那我们现在开始直接测试吧，然后点击操作二维码，复制这个节点。我们直接把节点给导入进去。那这个节点我们先启动一下，然后我们点开这个网址，它检测的 IP 到底是哪一个 WRP 地址啊 ？IPv4 的话就是 104.28 开头，我们直接右击转到这个地址，它的 IP 已经出现了。OK， 地区啊就是在澳大利亚，那说明这个网站已经分流成功了啊。然后下面一个ip.me 啊，这个网址的话，我把它分到了 IPv6。那 WRP IPv6 的地址就是 2A09 开头啊。我们继续转 OK 啊，2A09 开头啊，也是澳大利亚啊。那这个 SOC 分流其实跟上面的 WRP 出站分流其实是差不多的。我们可以随便看一个，比如说这个 WRP 的这个出站啊，看一下啊。它也是 2A09 啊，那这里就牵涉到多 IP 分流了啊，之前的教程说过啊，那这里就不拓展了啊，输入 XUI。好，然后我们再次进入 XUI 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里的 WRP Plus SOC 5状态就已经变成了已启动啊，使用的是本地 WRP 代理模式啊，端口是4万啊，它都会实时的显示啊。我们选择12。现在我们要切换为第2个啊，
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启用 WRP Plus SOC 多地区的赛分代理模式，我们选择2，然后同样的也会叫你设置端口，比如说我改成30000回车。接下来就是你比较关注的国家了根据赛分 VPN 来定的注意是输入末尾2个大写字母，比如说美国的话就输入 US， 比如说克罗地亚的话就输入 HR。那我这里随便选一个，比如说 CA 加拿大，回车。OK 成功了。分流的话我这里就不用改了，我们改的主要就是那个端口。那你改了端口的话，这里的端口一定要改4万改成3万然后保存配置，重启面板，打开 SOC 这2个分流网站检测一下 IP。首先 IPv4 OK 是不是加拿大？OK 加拿大 CA 开头注意它的 IP 的话并不是 WRP 的 IP 它是赛分的 IP。那这个 IP 的话并不纯净也是万能旗然后我们看一下 IPv6。OK IPv6 也出来了就是加拿大。好，然后我们再输入-UI。看一下菜单界面，那这里的 WRP Plus SOC 状态是已启动，它的模式是多地区赛分代理模式端口是3万，国家就是加拿大。好，那现在我们进行一个总结大家可以看到我用的是纯 V4 的 VPS。如果你是原生双战 V4 加 V6 的 VPS 也可以那如果是纯 V6 的话，一定要注意一定要安装一次 WRP IPv4 模式。那脚本的话我已经做过了提示说明处理用纯 V6 的话，它会给你一个提示这个提示就是说你至少要装过一次 WRP IPv4 模式安装完之后，你可以再卸载掉 WRP IPv4 就是恢复成原样。这个是纯 V6 VPS 的用户一定要注意。然后国家获取，有时候有的国家成功，有的国家不成功，也就是看运气。还有就是有可能它会出现没有 V6 的一个现象虽然这里给它封了一个 V6， 但是它这个 V6 直接显示该网页无法显示那就是说它没有 V6。我之前试了一下，很多国家它都是没有 V6 给你提供的V6 的话不用太执着。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服务商有可能会变改天你申请了，或者第2天你刷新查看的这个服务商可能就变了，说不定它的 IP 也会变，所以这个你也不要惊讶毕竟它的上游端是赛分 VPN， 它在控制它想变，你这里估计也要变。OK 今天的教程就说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